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，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，再打開旁邊小鈴鐺，這樣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也幫我按個讚，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。謝謝大家，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好，一開始我們先來問一個，可能有點刺耳，但卻非常真實的問題。那些世界頂尖大學的實驗室裡，耗費了無數心血跟資源產出的研究，為什麼很多時候感覺就像是鎖在象牙塔裡的一疊疊論文？他們好像很難真的走出來，變成能解決我們現實生活問題的具體方案。這中間到底是哪個環節卡住了？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來好好拆解的核心問題。答案其實很直接，甚至有點殘酷，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挑戰等級實在太高了。你想想看，像是氣候變遷、生態系崩潰這些，都不是任何一個國家、一家頂尖企業，甚至是學術界的龍頭自己關起門來就能搞定的。這些都是星球等級的任務。這就意味着，過去那種單打獨鬥的英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跨界合作已經不再只是一個選項，而是我們唯一的求生之路。我們來快速盤點一下這個挑戰清單有多巨大哦！氣候變遷、生態惡化、水資源的短缺，還有供應鏈的脆弱，甚至是像前幾年那樣的全球健康危機。你會發現這些問題全部都是環環相扣的。它就像推倒第一張骨牌，會引發全面的連鎖反應，直接衝擊到我們的社會運作跟商業模式。在這場巨大的風暴裡面，沒有任何人是局外人。好，既然合作這麼重要，那為什麼實際上總是這麼困難？關鍵就在於學術圈和產業界基本上就像是來自兩個不同星球的人，他們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、價值觀，還有獎勵系統。他們說着不同的語言，看着不同的星象圖，這就是所有摩擦跟誤解的根本源頭。我們直接來掀開底牌，看看這兩個世界的作業系統到底差在哪裡。在學術界，終極目標是追求新知發表論文，最高的榮譽來自於拿到終身教職，還有看你的論文被引用了幾次。他們玩的是一場以10年為單位的長期賽局。但場景換到產業界，目標就變了，是要解決市場的痛點，要擴大生產規模，所有動力都來自於利潤跟市占率。他們是被每一季的財報追着跑，需要的是能馬上看到效果的短期方案。你看，一個看遠，一個看近，這就是最根本的矛盾所在。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一位教授就講了一句非常坦白，甚至有點殘酷的實話。他說，我們很多的研究工作，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發表論文。但那篇論文，說真的，除了審稿人跟編輯，可能真的只有1-2個人會去讀它。這句話可以說是一針見血地揭示了在傳統的學術體系之下，普遍存在的一種影響力落差。好，問題點出來了，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談真正的解方。要讓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能夠成功對話，甚至合作，並不是天方夜譚。我們可以把它拆解成一個非常清晰的4步驟框架，一步一步的把這座合作的橋樑給穩穩的搭建起來。第一步，也是最基礎的一步，我們要搭建一座對話之橋。這聽起來很簡單，對吧？但卻是最關鍵的。我們需要創造一個中立的空間，讓雙方能沒有壓力地坐下來好好說話。就像耶魯大學成立了一個叫做催化劑聯盟的組織，它的任務就很像一個專業的媒人，專門幫學者的專業知識跟產業界的實際需求來牽線搭橋。記住，一切都得從理解彼此的語言開始。接下來第2步是搭建共同點之橋。這裡有一個非常聰明的策略，從前競爭的問題下手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說，我們先不談那些會牽涉到各自商業機密的敏感議題，而是去解決那些大家的共同麻煩。舉個例子，化妝品公司和飲料公司看起來是完全不相干的兩個產業，但他們可能都為了永續包裝這個問題在頭痛。從這種沒有直接利害衝突的共同挑戰切入，合作的門檻自然就大幅降低了。
第3步，我們要搭建一座同理心之橋。這聽起來很軟，但它卻是整個合作能不能成功的潤滑劑。產業界要學會換位思考。一個博士生，他背負着要發表論文才能畢業的巨大壓力，所以你不能要求他的研究成果完全保密。反過來，學術界也要理解，企業有產品上市的時間壓力，有商業機密的考量，不可能無止境地等待一個完美的學術答案。只有真正理解並且尊重對方背後的 KPI， 這段合作關係才可能走得長遠。講到產業界的投入，我們來看一個可能會讓你嚇一跳的數字：6000萬美元。這不是什麼科幻電影的特效預算，而是全球汽車巨頭 Toyota 的研究機構在過去8年裡實實在在投入到大學合作項目裡面的金額。這個數字背後代表的是一種極其重要的長期承諾。但是你以為故事的重點是錢很多嗎？更關鍵的在後面。Toyota 研究院的負責人 Brian Story 卻說，你如果問我這6000萬美元的投資回報率是多少，坦白說非常難計算，因為真正的好處都是那些無形的東西，是我們建立的人脈關係，是我們認識的頂尖人才，是我們拓展的知識網絡。這句話揭示了一個頂級合作的核心洞察，看的不是短期的財務報表，而是長期的生態系布局。這就完美地帶出了我們的第4座，也是最後一座橋——故事與人才之橋。你會發現，所有這些合作最終沉澱下來最寶貴的資產其實是人。今天參與這個合作計劃的學生，明年就是產業界最搶手的即戰力，因為他們天生就懂得這2個世界的雙語。同時，把這些成功的合作案例變成一個個動人的故事傳播出去，又能像磁鐵一樣吸引更多頂尖的人才和資源主動靠攏，形成一個強大的正向循環。接下來，我們來談一個所有創新技術都必須要面對的一道生死關卡，一個在創業界被稱為“死亡之谷”的險峻地帶。絕大多數非常有潛力的新技術，很不幸的都在這裡夭折了。而我們前面提到的產學合作，恰好就能扮演那條把他們從谷底拉一把的救命繩索。這個所謂的死亡之谷，指的到底是什麼？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殘酷的資金斷層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個研究計劃，它拿完了政府補助的基礎研究經費，就像是一個嬰兒學會了走路，但離真正能夠上場比賽還差得遠呢。而這個時候，創投跟大企業通常還在旁邊觀望，不願意輕易出手。就是這段爹不疼娘不愛的尷尬時期，讓無數有潛力的好技術，因為沒有錢做出原型機，沒有錢去驗證可行性，最終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。而這正是大學裡的加速器可以派上用場的關鍵時刻，它就像是一個新創技術的保溫箱加上健身房。像是耶魯大學的行星對策影響力加速器，他們會提供一筆關鍵的救命錢，還有非常專業的業師指導，來幫助這些技術的幼苗在死亡之谷裡面存活下來，並且持續地茁壯變強，直到他們強大到足以吸引外界的目光和投資為止。好，講了這麼多理論跟框架，我們來點最實戰的。接下來這個部分，無論你現在是身在學術圈的研究人員、學生，還是產業界的領導者，這裡都有你可以馬上拿去用的行動指南，幫助你成為那個打破僵局、促成改變的關鍵人物。如果你是一位研究人員，或者是在學的學生，請記住這4點。第一，開始用使用者中心的思維來想你的研究。時常問自己，我的研究，它的使用者會是誰？它到底解決了誰的痛點？第二，勇敢地走出去找人對話。記住一句話，你不開口問，答案永遠是不行。第三，練習當一個翻譯官，訓練自己用3分鐘，而不是30分鐘，就能把你的研究價值講得清清楚楚。最後，永遠要對自己有信心。
你在學術訓練中學到的那套解決問題、批判性思考的能力，是放諸四海皆準的超能力。而如果你是企業的領導者，這4個思維的轉變可以說是至關重要。第一，把合作當作交朋友，而不是純粹的商業交易，信任才是這一切的基石。第二，反過來問自己，我們公司到底能提供什麼獨特的價值，讓頂尖大學的教授非得選擇跟我們合作不可？第三，學會提出好問題，而不是直接給出你想要的答案。多分享你遇到的挑戰，把激盪出創新解放的空間留給那些聰明的腦袋。最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重新定義你的投資報酬。你買的不只是技術，更是對長期科學發展和未來頂尖人才的一筆投資。所以，這引發了我們最後的一個思考：創新的未來或許不是發生在那些獨立的實驗室或是封閉的會議室裡，而恰恰是在我們刻意為這2個世界所創造出來的那個交匯空間之中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面對全球性的巨大危機，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合作早已經不是一個選項，而是唯一的出路。而成功的關鍵就在於透過搭建起對話、共同點、同理心，還有故事與人才這4座關鍵的橋梁，去跨越彼此的文化鴻溝，並且利用加速器這樣的機制，幫助偉大的創新能夠安全度過最危險的死亡之谷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，如果你覺得這期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，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